喝茶、喝水、喝咖啡，到底哪一种对我们的身体最好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困惑。早上起床，你会纠结是先喝一杯温水，还是先泡壶热茶？到了下午犯困时，又犹豫该来杯浓茶提神，还是喝杯咖啡续命。最近有一项针对1万人的大型研究报告，终于揭开了我们日常最常喝的3种饮品背后的健康秘密，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原来大家以为最健康的那种饮料，未必真的是第一名，而第一名竟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白开水，而是它。现在我们就一起深入探讨这3种饮品的健康谜团，到底是喝茶好、喝水好，还是喝咖啡更胜一筹呢？让我们一探究竟。首先，我们来说说喝水。水被誉为生命之源，堪称最便宜的长寿良药。人体约有60%是水分，离了水绝对不行。每天多喝水，不是最基本也最健康的选择吗？没错，水能帮助维持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还具有天然的排毒功效。不过，你真的会喝水吗？令人意外的是，竟有将近90%的人平常喝错了水，结果对健康造成了不少影响。有些人渴了才猛灌水，有些人爱喝冰水刺激，有些人图方便一口气喝下一大瓶。这些看似小习惯，其实都埋下了隐患。正确的饮水方式其实大有学问。首先，每天要喝够至少1500到1700毫升的水，约8大杯才能满足身体基本需求。尤其上了年纪的人，因为身体水分流失快，更要主动补水，别等口渴才喝。另外，饮水宜采取小口慢饮，每次喝100到150毫升即可，让身体有时间吸收，不要牛饮豪饮把自己灌涨。水温方面也有讲究，太冰或太烫都不好，约40度的温开水最护肠胃。很多老人家爱喝温水是有道理的，过冷会刺激肠胃和血管，过热则可能烫伤食道，增加癌变风险。喝温开水既舒适又安全，长期坚持对健康大有益处。水对健康的好处可以说3天3夜。适量喝水能稀释血液粘稠度，帮助降低心梗、中风等风险。清晨起床后先来一杯温开水，能唤醒肠胃蠕动，缓解夜间轻度脱水，还有助于预防便秘，活化一天的代谢。一整天保持良好水分，皮肤也会更水润有弹性。据说连脸上的色斑都可能因代谢加快而淡化呢。再比如，充分喝水还能降低肾结石的风险。肾结石常常是因为体内长期缺水，尿液浓缩而形成。多喝水让尿液稀释，就不容易结晶沉淀形成石头。北京有位李伯伯，今年70多岁，是退休老师。他10年来几乎每天坚持喝足8杯水。每年体检，他的尿酸值都很稳定，从没得过痛风。反观他身边几位邻居，痛风老是发作，个个羡慕不已。可见喝水对预防痛风也大有帮助。水真的很重要，不仅解渴，更是身体各大器官运作的润滑剂。有人甚至说，水是最便宜的解毒药。平时多喝点水，感冒发烧好得快，肾脏排毒也更给力。总之，白开水作为日常饮品的基础，无可取代。不过，强调喝水的重要性时，我们也得注意喝水的讲究，避免走入误区。难道每天狂灌水就万无一失吗？其实不然，喝水不当同样可能带来麻烦。例如，有人为了排毒，短时间内喝下过量的水，反而可能造成水中毒或加重肾脏负担。正确的方法是少量多次，全天均匀地补水。一般建议每天早、中、晚都要主动喝水，别等口干舌燥才想起喝。特别是清晨和睡前这2个黄金时刻，被称为2杯救命水。睡前半小杯温水，可以降低夜间血液粘稠度，减少血栓形成的风险。早起空腹1大杯温水，则可以帮助冲刷肠胃，促进循环，提神醒脑，又降低心肌梗塞的风险。很多中老年朋友遵循这个习惯后，明显感到身体状态的改善。当然，也不要临睡前喝太多，以免半夜频跑厕所，半杯就够了。总而言之，每天保持1500毫升左右的水摄入是关键。记住，白开水是生命之源，但会喝水才能更健康。养成科学的饮水习惯，日积月累，你的身体一定会感谢你。接下来，我们谈谈喝茶。
茶可是在养生界响当当的千年网红了。中国人喝茶的历史悠久，茶叶更被奉为治百病的药引之一。民间常说，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足见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茶里到底有什么魔力，让那么多人坚信它有益长寿呢？事实上，茶叶中富含的营养成分对健康确实有许多好处，比如茶多酚、儿茶素等抗氧化物质，能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降低细胞受损几率。科学研究发现，长期喝茶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明显降低。每天喝上2到3杯淡茶，有助于稳定血压，降低坏胆固醇，还可以调节血糖代谢。难怪老一辈常说，饭后喝杯茶，刮油又解腻，这话很有道理。茶叶中的茶碱和咖啡因成分，适量摄取能促进消化液分泌，帮助分解油腻食物，减轻肠胃负担。此外，茶还有杀菌消炎的效果，像绿茶富含的儿茶素就能抑制口腔和肠道里的一些有害菌。从古至今，中医也常用茶叶配药饮，认为茶能清热解毒、提神醒脑，对身体有温和调理作用。难怪有人把茶称作不花钱的保健品。总之，茶这杯东西喝对了，确实值得我们天天品尝。在我们身边也有许多喝茶养生的例子。浙江有位张阿姨，今年80高龄，身体硬朗得很。她从40岁开始就有个习惯，每天泡一壶龙井茶当开水喝。一晃40年过去，她的血管弹性依然保持得非常好。同龄人中高血压、动脉硬化的不少见，但张阿姨的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她多年如一日的品茶习惯。当然，每个人体质不同，但爱喝茶的人普遍给人精神不错、老当益壮的感觉。茶中的抗氧化成分可不是盖的。另外，下午来杯红茶或乌龙茶，还能提振精神、舒缓压力。比起总是喝含糖饮料，喝茶可健康多了。不过，可别以为茶好处多多就可以不管，方式狂喝。喝茶养生也需要讲科学，方法不对反而伤身体。首先，空腹不宜喝浓茶。很多人喜欢一早起来空着肚子先喝茶提神，但其实这对胃刺激很大。茶叶中的咖啡因和单宁等物质会促进胃酸分泌，空腹喝茶容易导致胃酸过多、胃痛，长期如此可能伤害胃黏膜，引发胃炎。正确的做法是，饭后约半小时到1小时再喝茶最合适，记住消化又不会干扰营养吸收。特别是刚吃完饭马上喝茶，茶中的单宁酸还会妨碍铁质吸收，时间久了可能诱发缺铁性贫血，因此餐后稍等片刻再品茶才是上策。另外，茶汤不要太浓太烫。有些人习惯把茶叶长时间浸泡在杯里，一壶茶反复蓄水1天，最后茶汤浓得发苦发涩。这种久泡茶含过量的咖啡因和鞣酸，喝了反而容易心悸、失眠，肠胃也受刺激。还有的人图一时痛快，喜欢喝滚烫的热茶，殊不知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长期入口，会严重损伤食道黏膜，增加食道癌风险。正所谓小口品茶暖心胃，大口烫茶烧胃粘。茶再好也要讲究饮用温度。一般而言，泡一壶温热适口的淡茶，每天喝1到2杯为宜。至于茶叶的选择，可以根据个人体质和喜好来定。比如年轻人怕胖，想减肥，可以喝绿茶。乌龙茶帮助刮油，消化不好的人饭后适合来杯普洱熟茶或黑茶，暖胃助消化。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人可以选择花茶菊普，既降火又不伤胃。而手脚冰凉怕冷的朋友则适合红茶，因为红茶性温，可以驱寒暖身。总之，茶虽好，可不要贪多贪浓，讲究方式和分寸，才能发挥茶的健康功效，真正做到日饮茶一杯，健康永相随。最后，我们来看看喝咖啡。咖啡是现代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提神神器。不少上班族每天睁眼的第一念头就是先来杯咖啡。很多人爱咖啡那香浓醇苦的滋味，但同时又心存疑虑，咖啡会不会伤身体呢？在传统观念里，咖啡有时被贴上刺激、伤胃、影响睡眠的标签，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担心喝咖啡让心脏受不了，血压飙高。其实，科学研究和统计数据给咖啡证明了，
适量喝咖啡对多数人而言并不会伤害心血管，反而有不少益处。咖啡豆里头蕴藏着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和营养。首先，咖啡因大家都很熟悉，它是天然的中枢神经兴奋剂，能让人保持清醒，提高专注力。难怪疲惫时一杯下肚，整个人都精神抖擞起来。此外，咖啡因还能加速脂肪分解，提高代谢率，所以很多健身减重的人喜欢在运动前喝黑咖啡来助燃脂肪。除了咖啡因，咖啡中还含有绿原酸等多酚类抗氧化物质，这可是对抗自由基的小能手。长期适量摄取有助于降低慢性疾病风险。一些大型流行病学研究发现，经常喝咖啡的人罹患第二型糖尿病、帕金森氏症和某些癌症的比例比不喝咖啡的人要低。咖啡还能提升大脑多巴胺分泌，很多人喝完心情愉悦，注意力集中，工作效率更高。所以说，咖啡不仅提神，也能提振情绪。难怪有人幽默地把咖啡称作现代人的快乐水。总的来说，只要掌握好度，咖啡其实是具有相当多健康益处的饮品。我们身边也有一些喝咖啡带来健康正面效果的例子，譬如有位74岁的王阿姨，年纪不小了，却紧跟潮流，每天早餐必喝一杯拿铁咖啡。很多同龄人空腹喝咖啡可能会胃灼热或血糖波动，但王阿姨选择在早餐时搭配牛奶和食物一起饮用，既享受了咖啡的美味提神，又不伤胃。更让人惊讶的是，她每年体检血糖都很平稳，没有糖尿病前期的迹象。医生说，适量咖啡可以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有助于血糖控制。看来，只要方法得当，咖啡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么可怕。更妙的是，咖啡对大脑健康也有帮助。有研究指出，长期适量饮用咖啡的人，认知能力衰退得更慢，老年痴呆的发生率也略低于不喝的人群。总之，咖啡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一时的清醒，还可能有长远的保健效果呢。当然，我们也得提醒，咖啡再好也不能贪杯，过量的咖啡因摄入绝非好事。一旦喝太多浓咖啡，副作用可就找上门，心悸手抖、焦虑失眠、肠胃不适，这些症状相信不少咖啡爱好者都曾体验过。尤其是对咖啡因敏感的人，下午稍晚喝都可能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怎么喝咖啡才算适量呢？一般建议健康成人每日咖啡因摄取不超过300毫克，约相当于2到3杯中杯美式咖啡的量。如果超过这个量，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前述副作用。而且就算白天喝的不多，睡前6小时内也最好避免再摄入咖啡因，否则咖啡因残留体内依然会干扰睡眠。所以晚上最好别喝咖啡，把咖啡留在白天享用。另外，喝咖啡别搭配高糖高脂的甜点才健康。有人咖啡配蛋糕、配甜甜圈，结果热量爆棚，长期下来体重血脂双双上升，咖啡本身的某些健康益处也被抵消了。咖啡最佳的饮用方式其实很简单，选择纯咖啡或加少量牛奶代替奶精糖浆，既保留咖啡香醇，又避免摄入过多空热量。还有一点很重要，很多人不知道咖啡的冲泡方式也会影响健康。比如说，用法式绿鸭壶煮咖啡、土耳其煮咖啡，这类没有滤纸的煮法，会让咖啡豆中的油脂和杂质直接进入咖啡中，其中的咖啡醇等物质反而可能使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升高。相反，使用滤纸滴漏的咖啡冲泡方法，能够滤去大部分油脂，降低对胆固醇的影响。因此，担心血脂的朋友，平时喝咖啡时可以选择滤纸过滤咖啡，这样会更健康哦。总之，喝咖啡要享受也要节制，找对适合自己的品尝方式，就能尽享咖啡之美而不伤身。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在健康方面，茶、白开水、咖啡究竟哪个更胜一筹呢？科学家和医生们可是专门为此做过研究，透过多年来对大量体检数据和生活习惯的分析对比，答案已经出炉，结果可能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综合评比下来，冠军不是我们想当然以为的白开水，而是略胜一筹的茶。在这项涵盖1万多人的研究中，专家根据心血管、代谢、消化等多项健康指标，给饮水习惯不同的人群打分。结果发现，长期有喝茶习惯的人在多数健康指标上的表现最为亮眼。
平均得分略高于爱喝白开水的人，而排名第二的是每天主要喝白水的人群，第三是偏爱咖啡的人群。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3组人的整体健康差距其实并不大，咖啡组仅比白水组略逊一筹，分数相差不到 5%。 换言之，茶水、咖啡各有优势，并非一种独占健康，茶仅仅是以些微优势胜出。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此就把某种饮品神化或者污名化，相反，更有意义的是看看每种饮品在不同健康面向的表现如何。这项研究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细节，在肠胃健康方面，茶队伍表现最佳。常喝茶的人普遍肠胃问题较少，可能因为茶适度刺激肠道蠕动，又有助益生菌平衡。而爱喝咖啡的人中，有相当比例存在胃酸过多、胃部不适的情况，估计与空腹饮用浓咖啡或咖啡因刺激有关。至于心血管方面，喝白开水的人血压最平稳，心率也较为正常。相比之下，经常喝咖啡的人低密度胆固醇水准略高于喝水和喝茶的人，这可能是咖啡中某些物质对胆固醇代谢的影响，但整体差异不算悬殊。而长期喝茶的人在血脂控制上表现出色，一般坏胆固醇更低，血管弹性更好，这与茶多酚的保护作用相符。同时，茶组和咖啡组的血糖代谢指标也都优于只喝白水组，毕竟茶和咖啡都有促进代谢、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效果，反而是那些基本不碰茶咖啡的人更容易血糖偏高。如此看来，每种饮品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喝茶最养血管，喝水最稳血压，咖啡提神燃脂效果最佳，可谓各有所长。难怪专家感叹，与其非要决定谁好谁坏，不如把他们各自的优点都利用起来，为健康加分。总而言之，无论是水、茶还是咖啡，都有其独特的健康价值，也各自伴随一些注意事项。我们与其纠结哪个最健康，不如学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地合理搭配。首先，白开水是一切的基础，人体每天都在消耗水分，因此无论如何，充足的白水摄取必不可少。把这一条打底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巧妙地加入茶或咖啡，才是明智之道。不同年龄和体质的人在饮品选择上也可以有所侧重。年轻人新陈代谢旺盛，如果需要应付学习和工作压力，可以适当多喝点咖啡提神，提升专注力，但也要注意别喝到心跳加速影响睡眠为止。中年人工作繁忙，应酬多，茶和咖啡都可以帮助提振精神，但下午之后尽量减少咖啡因，以免晚上睡不着。上了年纪的长者则更应该以白开水和淡茶为主，咖啡因摄取宜少不宜多，因为老年人代谢慢，对刺激物质更敏感，喝太多咖啡因可能引发血压波动或心律不齐。同时，老年人普遍夜眠较浅，下午以后就别再喝咖啡或浓茶了，否则晚上更睡不着觉。另外，如果本身肠胃不好，比如有胃炎或消化性溃疡的人，空腹时就千万不要碰咖啡和浓茶，可以饭后适量喝点淡茶，咖啡则尽量随餐而非单独饮用，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容易贫血的人切记餐后不要立刻喝茶或咖啡，因为茶里的单宁酸和咖啡里的多酚会妨碍铁的吸收，长期可能加重贫血。还有体质比较焦虑失眠的人群，最好控制咖啡因摄入，一天1杯已足够，并且避免在紧张时空腹灌咖啡，否则只会更加心神不宁。反过来，如果经常感觉疲惫没精神，除了靠咖啡提神外，也要反思睡眠是否充足，营养是否均衡，不能把咖啡当成救命仙丹，透支身体精力。再比如肾结石倾向或尿酸高的人，更要多喝白水，促进代谢排泄。茶和咖啡虽然有利尿作用，但其中的草酸和嘌呤成分过量，可能不利于结石患者，所以这类人得控制茶咖的量，以水为主。由此可见，每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同，对应的喝法也应有所不同。我们需要根据自身年龄、体质和健康目标，选择适合自己的饮品策略。只要找对了平衡点，水、茶、咖啡都可以成为维持健康的好伙伴。说到饮品策略，很多营养师其实早就给出了一个黄金搭配方案，那就是早水、午茶、下午咖啡。
这被不少人奉为经典健康饮用，节律、简单易行，又符合生理节奏。我们不妨也来参考一下。清晨起床后，先空腹喝一杯温开水，为身体补充流失的水分，同时帮助肠胃打开机能开关。然后在早餐过后或上午时段，可以沏一杯清淡的热茶，比如绿茶或者红茶，既提神醒脑，又不至于太刺激肠胃。到了中午饭后，很多人容易犯困，血糖上升，这时候来杯热茶是不错的选择。茶多酚还能帮助消化、解腻、刮油。如果午后还是昏沉，下午2、3点时，不妨喝一杯小咖啡提神。注意下午的咖啡尽量不要太晚、太浓，一杯小杯美式或拿铁适可而止，既赶走瞌睡虫，又不会让晚间辗转难眠。傍晚和晚餐之后，就专心喝白开水即可，让身体放松休息。这样的搭配，既充分利用了水的基础补水作用，又发挥了茶和咖啡的提神养生功效，还把可能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一整天下来，你既摄入了足够的水分，又得到了茶与咖啡带来的种种益处，何乐而不为？当然，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早水、午茶、下午咖啡也不是硬性规定，但不妨一试。许多人实践后发现精力更充沛，胃口和睡眠也比较舒服。这套黄金饮品时间表其实就是提醒我们在一天中的对的时间做对的事。该补水时别用茶咖代替，该提神时巧用咖啡，该休息时就避免刺激。掌握了这个节奏，久而久之就能养成更健康的作息和体质。现在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了：喝茶、喝水、喝咖啡，哪个更健康？其实与其简单的比谁好，不如记住怎么喝才健康。水、茶、咖啡各有所长，只要选择正确的时机和方式，它们都能成为守护健康的好帮手。白开水提供生命所需的基础水分，茶带来满满的抗氧化保健效果，咖啡则适度给我们精神加油打气。真正的关键在于均衡与适度，既不要偏信某一种饮品包治百病，也别过度依赖咖啡因透支身体。当我们了解每种饮品的优点，并避开其雷区，就能各取所长，为我所用。如果你是茶派，也别忘了补充足够的白水。喜欢咖啡的咖啡派，更要注意适时给身体来点茶水调剂。至于坚守白开水阵营的水派，不妨偶尔喝杯清茶，帮助身体抗氧化。总之，健康饮品没有绝对的冠军，最好的选择其实是把水、茶、咖啡搭配起来，根据自身需要灵活运用。希望通过今天的深入探讨，您已经找出了最适合自己的饮品组合和饮用方式。与其纠结喝什么，不如从现在开始改变喝的方法，科学地喝水、品茶、尝咖啡，让他们一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现在就端起手边的杯子，为健康干一杯吧。